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谁也逃不过。亲人走了，我们当然很伤心的，但是眼下重要的事情要把后事处理好。老一辈儿有句古话说：“一物四不留，留下害子孙。”意思是说，有4样东西是一定不能够留的，留下之后对后人是不利的。那么到底是哪4样东西不能留呢？今天我们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件不能留的就是亲人的旧衣服。收拾遗物这个事情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，有的人不敢去碰，怕一看到东西忍不住伤心，也有人啥都想留着，觉得这是个孽想。但是说实话，过世亲人的旧衣服真的没有必要留，最好要早点处理掉。特别是如果是亲人因病走的，衣服上可能带着细菌，堆在家里，万一滋生了细菌，反而可能影响其他的家人的健康。再说，这些衣服也不能再穿，留着只会占地方，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人走了之后，这些旧衣服还是早点清理掉比较好的，对家人也比较好。第二件不能留的是容易引发争执的财物。钱确实很重要，是过日子的底气，但亲人走了之后留下的财产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反而会惹火上身。老话说得好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就算是一家人，兄弟姐妹之间分下父母的东西，也要讲一个公道透明，不然很容易就为了钱闹矛盾，吵得脖子红脸粗，最后连亲戚朋友也没有，最后落了一个反目成仇。亲人走得比较突然，有的财物没有办法说清楚，哪怕再想要，也不要自己偷偷的留下来，等后事办完之后，大家情绪都比较稳定，早一点坐下来，跟兄弟姐妹们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分，把事情说开，才能够避免误会，不能够伤感亲情。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能对逝去的亲人去埋怨，还有是怨气。老话说，人死如灯灭，不管他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，说过什么事情，心里面再不痛快，人走了也要放下。一辈子谁还没有点犯错的事情，谁还没有点遗憾？可是人已经走了，再揪着过去不放，折磨的其实是自己。亲人走了，我们要学的放下恩恩怨怨，使自己的心里更加的轻松，才能够真正的记住他们的好。记住之后，才能够学会放下，才能够去释怀，学会了原谅，才能够好好的怀念。改去不了现在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自己的路自己走，放过自己，不去计较，才能够轻松的往前走，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。第4件不能留的就是亲戚之间的仇恨埋怨。人心比较复杂，有的时候再亲的家人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闹翻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。可是亲人走了之后，那些过去的恩怨也就该画上句号。老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如果是跟哪位亲戚之前闹的矛盾，现在还有和解的机会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心结打开，重新的去来往。与其彼此记恨者，冷眼相对者，不如把我们的仇恨放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少一个冤家，多一个关心你的人。亲人走了，不要再背着那些陈年旧账过日子，与其互相的别扭，不如我们要学会释怀。说到底，有些遗物可以帮助我们记住亲人的好，让我们去怀念，寄托了一些思念，让那些人添堵的旧怨真的没有必要去留。老人们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舍不得花1分钱，说白了就是想走的时候给孩子们留一点东西，帮他们减轻点生活的负担，也算是留下了一份念想。可没想到，这些本是美好的回忆遗产，反倒成了他们的家庭导火索。
理论上来说，老人临走之前，财产分清楚比较好，让孩子们都在场看着，明明白白的、公公正正的定下来，确实能够少很多的事情。但是世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？公平2个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比较难。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，有人过得好，有人过得紧紧巴巴的，有人付出的比较多，有的人付出的比较少。一碗水看着端平的，但是有的人心里还是觉得比较亏的。更别说我们分东西这些琐事情，谁拿房子，谁拿钱，家具该怎么分，存款怎么分，争着就吵了起来。话说的比较难听，多年的情分就因为这些事情全部都没有了。所以光靠分清楚就能够保和谐，真的是不一定。分得再清晰，人心不平也是没有用的。最关键的还是家人之间多一点体谅，少一点计较。毕竟比起争一份家产遗产，一家人的和和气气才是更大的福气。我们常看到有些人把去世的亲人照片摆放到我们比较明显的地方，甚至反反复复的看着他们的笑的地方。这么做其实是比较想他们的，容易被我们的情感困惑，走不出来。老这么沉浸在过去，心里放不下，现实的日子没有办法好过，对整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件好的事情。人要记得去怀念，更值得是要往前走。人这一辈子，生老病死都是躲不过的，我们谁也逃不过去。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，如果真有个意外，家里人也不用临时的手忙脚乱。亲人走了，家人当然会难过，这种的伤心难过都有，说到底也只是斩断的，再怎么舍不得，也要把这份悲痛藏在心里，慢慢的往前走。日子还很长，对不对？不能让悲伤一直拖着我们不放过去。人走了之后，除了心里难过，还得面对一件件的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整理遗物。有的东西是亲人一辈子的宝贝，留着确实有意义，很多人就想收起来当个念想，这很正常，但是也能够理解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留下来，该留的好好的珍藏，该放手的我们要学会放手的。遗物撕不留这个事情，真不是说弱让我们忘了亲人，不尊重他们，恰恰相反，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纪念和祝福。把亲人的东西还给大自然，或者送给有需要的人，不光是让他们安心的走好，也是在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积福，图一个平安顺心。当然，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清光，有些东西比较有意义的，像亲人戴过的首饰、爱看的书、合过的照片，都需要留着，能够让我们记得他们的爱和温暖，也可以好好的收藏着。关键的时候要想清楚，不能太想他们，就什么也不舍得丢掉。我们要按照撕不留的讲究来掂量一下，哪些东西留着可能对家人好，心里有数再去决定。这样既是对亲人的尊重，也能够慢慢的放下来，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说到底了，处理遗物不该是一个负担，而是有一个心意过程，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走出难过。不管到最后怎么处理，只要心存敬意，带着怀念亲人的那份情，我们一直放在心里面，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好了，关于这个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朋友们，谢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与大家更新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。喜欢我的话，帮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点个小爱心，谢谢您的支持。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